您是否发现年纪愈大，肌肉愈来愈松弛无力，走路爬楼梯都没以前轻松？您可能也很努力在白天吃营养食物，但肌肉还是默默流失吗？其实真正的肌肉小偷可能就藏在您每晚几个小时的空腹睡眠里。晚上睡觉时长时间不进食，身体缺乏足够的养分，反而会偷偷分解您的肌肉来提供能量。长期下来，肌肉一天比一天减少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50岁以上的长辈，即使白天吃得再好，还是感觉体力每况愈下。然而别担心，这个问题其实有简单又有效的解方。睡前吃对食物，就能在夜里帮助您锁住宝贵的肌肉，不再让它们悄悄溜走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量会自然下降。一般人在20多岁时肌肉达到巅峰状态，30岁之后逐渐走下坡，尤其50岁开始，肌肉流失的速度明显加快，肌力大不如前。这种与年纪相关的肌肉大量减少现象被称为肌少症。在台湾，65岁以上长者约有将近30%有人罹患肌少症，可见这问题非常普遍。造成肌肉流失的常见原因，除了正常老化外，还包括缺乏活动、久坐不动、肌肉用的少自然萎缩、营养不足，尤其蛋白质摄取不够，以及荷尔蒙改变。随年龄提升，影响肌肉维持的激素如异固酮、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，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、慢性发炎等也会加速肌肉流失。另外，许多长辈饮食习惯偏清淡少肉，或因牙口不佳、吞咽困难而吃不下足够的鱼肉、蛋豆腐等蛋白质，长期下来更容易营养不良，导致肌肉一天一天流失。肌肉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它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远超您想象。肌肉不仅让我们有力量拿东西、行走稳当，也参与许多身体机能。肌肉是身体的发电厂和储备库，能稳定血糖、支撑关节骨骼，还是免疫系统的后盾之一。如果肌肉大量流失，后果可能相当严重。首先是体力明显下降，走几步路就觉得腿软无力，提不动重物，甚至日常活动都容易疲惫，平衡感也会变差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跌倒受伤，增加骨折风险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肌肉减少超过10%时，免疫力可能跟着下降，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变弱，感染风险上升。当肌肉流失20%以上，伤口愈合速度也会变慢，整个人变得虚弱无力。肌肉如果流失到40%这么严重的程度，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换句话说，保持足够的肌肉量是健康长寿的关键之一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肌肉继续流失，尤其在年过半百之后，绝不能对自己日渐流失的肌肉量掉以轻心。要对抗肌肉流失，许多人知道运动锻炼和摄取蛋白质很重要，但您可能没想到的是，睡前的一小份点心也能对保护肌肉发挥大大的作用。为什么睡前吃点东西这么重要呢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的身体在白天进食时会获得能量和养分，但夜里睡觉时往往有6到8小时处于空腹状态。年轻人的身体储备较够，晚上即使不吃东西影响不大，可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，长时间不进食时，身体可能因为缺少及时能量来源，转而分解体内的肌肉蛋白来供能。等您早上醒来，肌肉已经被烧掉一部分了，日复一日，肌肉当然愈来愈少。有没有办法避免身体半夜偷吃自己的肌肉呢？方法就是在睡前提供一些优质的营养，让身体在夜里有可利用的能量和氨基酸，不用拆解肌肉来维持运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睡前加一道宵夜补给。这个概念已经得到科学研究的支持。有研究发现，睡前补充适量的蛋白质，能让夜间肌肉合成速率提升大约 20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本来睡觉时肌肉可能处于分解状态，但如果睡前吃对东西，肌肉不仅不会被分解，反而还在慢慢修复生长呢。国际营养专家也建议，若平日蛋白质摄取不足，临睡前可以补充20到30公克左右的优质蛋白，例如富含酪蛋白的食物，可有效促进肌肉合成，而且并不会影响脂肪代谢或让人发胖。很多人担心晚上吃东西会不会睡不好，肚子不消化。其实选对食物很重要，避免高油咸酥或含咖啡因的食物，改吃容易消化且营养丰富的轻食。
不仅不会影响睡眠，甚至还能帮助您睡得更踏实。例如，有些食物含有色氨酸，一种有助稳定情绪、促进睡眠的氨基酸，睡前吃一点反而让人更放松好眠。总之，抓住睡前这个黄金时刻，为您的肌肉加餐，就像在临睡前替手机充好电一样，让肌肉整晚都有养分可用，到早上起床时依然饱满有力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8种适合睡前食用的护肌食物，这些食物都是经过科学验证，有助于在夜晚为肌肉提供营养，减少流失的好帮手。我们将以排名方式从第8名一路说到第1名，看看哪些食物上榜，尤其冠军的效果最令人惊喜。快来看看您平常有没有吃对，学起来，让自己的肌肉越睡越结实。第8名，酸樱桃汁。酸樱桃汁是许多运动员喜爱的晚安饮料。酸樱桃指的是一种带酸味的樱桃品种，例如蒙莫朗西樱桃，其新鲜果实或浓缩汁富含天然的褪黑激素和抗氧化物。褪黑激素有助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，睡前喝点酸樱桃汁可以帮助入睡更快，睡得更深沉。睡得好，对肌肉健康也大有裨益。深度睡眠时期是身体修复组织、合成肌肉的关键时刻，睡眠品质提高了，肌肉修复自然更有效率。同时，酸樱桃中的抗氧化物如花青素可以帮助消除发炎，减缓运动后的肌肉酸痛，让您第2天起床时感觉更有精神。虽然酸樱桃汁本身不含很多蛋白质，但它间接保护了肌肉，堪称睡前的小帮手。怎么吃最适合？建议在睡前1小时左右饮用酸樱桃汁，由于是液体，很好消化吸收，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。您可以准备大约半杯，约150毫升的纯酸樱桃汁慢慢喝。如果觉得纯汁太酸，可以用温水稍微稀释一下。记得选择天然无添加糖的酸樱桃汁，以免摄取过多糖分。酸樱桃新鲜不易取得，市面上有贩售冷冻浓缩汁或瓶装原汁，可以在白天先备好冰箱，睡前来1小杯，不但补充水分，也有助眠效果。如果身边没有酸樱桃汁，睡前吃几颗新鲜樱桃，或是喝一点温热的无糖水果茶，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放松效果。第8名，酸樱桃汁，重点在于助眠抗氧，帮助您睡得好，恢复快，间接保住肌肉，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相当有效的小秘方。第7名，姜黄牛奶。姜黄牛奶最近成为养生热门饮品，尤其在国外被称为黄金牛奶。它其实就是在温热牛奶中加入姜黄粉搅拌而成。姜黄是一种香料，含有活性成分姜黄素，具备强大的抗发炎和抗氧化作用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姜黄有助于减轻身体的慢性发炎，保护肌肉和关节。长期饮用还可能减少肌肉流失的风险。同时，我们使用牛奶作为基底也是大有学问的。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每杯约8公克以上的高品质蛋白，其中的酪蛋白属于消化吸收较慢的蛋白质，可以在夜晚持续释放氨基酸，为肌肉提供长达数小时的养分。牛奶里还有色氨酸和钙质，色氨酸能让人情绪放松，有助提升睡意，而钙可以帮助肌肉放松，预防睡觉时腿部抽筋。将姜黄和牛奶这对黄金组合在睡前饮用，能同时获得抗发炎修复与蛋白补给的双重效果，难怪被列为护肌食物之一。怎么吃最适合？建议在睡前半小时左右，为自己冲调一杯温暖的姜黄牛奶。有个简单的做法，将1小茶匙的姜黄粉加入约200毫升的温牛奶中，搅拌均匀即可。您也可以加一点点黑胡椒粉，因为黑胡椒中的胡椒碱能提高姜黄素的吸收率，只需1小撮就好，不要太多，以免刺激胃。喜欢甜味的长辈可少量加入蜂蜜调味，但建议不要过量，避免影响血糖。如果您本身乳糖不耐受，也可以用无糖豆浆来代替牛奶，调成姜黄豆奶，同样能摄取植物蛋白和姜黄的好处。睡前喝下香浓的姜黄牛奶，温热的液体会在胃中形成一层保护膜，让您感到身心舒缓，而且牛奶的蛋白质将在您睡觉时默默守护着肌肉，姜黄则减少身体发炎反应。第7名，姜黄牛奶就像是夜晚的肌肉保养圣品，既好入口又实用，长辈们不妨试试这个健康的小习惯。第6名，杏仁酱。
杏仁酱可能有些长辈比较少接触，但它其实和大家熟悉的花生酱有点类似，只不过是用杏仁磨成的酱。为什么睡前吃杏仁酱对肌肉有帮助呢？原来杏仁酱富含优质脂肪、蛋白质与多种对肌肉有益的微量营养素。杏仁本身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镁和钙等。维生素 E 是强力抗氧化剂，可以减少肌肉细胞在运动或日常活动中受到的氧化损伤，对修复肌肉很有帮助。镁则参与肌肉收缩和放松，有足够镁离子才能避免肌肉抽筋。同时，镁有助于提升睡眠品质，让您睡得更好。而杏仁中的钙和蛋白质对维持肌肉骨骼功能更是不可少。虽然杏仁酱每一时提供的蛋白质约3到4公克，不算特别高，但搭配丰富的健康脂肪，这些脂质能延缓胃排空的速度，让您在睡觉时持续缓慢释放能量，不容易在半夜感到饿。此外，杏仁的蛋白质中也包含肌肉合成需要的氨基酸。总的来说，睡前吃一点杏仁酱相当于给身体提供稳定的营养来源，在整个夜晚慢慢释放，不仅保护肌肉，也避免半夜血糖过低。怎么吃最适合？杏仁酱质地浓稠，味道香醇，睡前可以把它当作小点心来吃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取1大匙约15克左右的纯杏仁酱，直接入口细细品尝，感受那种满足感。或者您也可以将杏仁酱涂抹在全麦饼干或苹果片上一起食用，例如切几片清脆的苹果薄片，抹上一点杏仁酱，就是既美味又营养的睡前点心。这样的组合同时有果胶纤维和坚果油脂，能稳定血糖，避免夜里血糖忽高忽低，影响睡眠。如果没有杏仁酱，其实适量的花生酱也有类似效果，但记得选择无添加糖和氢化油的天然花生酱。睡前一小口坚果酱，摄取到的不只是营养，还有心理上的满足感，让您带着饱足又安心的感觉入睡。第6名，杏仁酱的魅力就在于营养浓缩且容易食用，帮助长辈在不知不觉中补充了对肌肉有益的多种成分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杏仁酱热量较高，每次1小时就足够啦。搭配均衡饮食，一点点坚果酱可以为您的肌肉健康加分不少。第5名，水煮蛋。水煮蛋可以说是最平易近人的护肌食物了。鸡蛋被誉为完全蛋白质的来源之一，因为它所含的氨基酸种类比例几乎完美符合人体需求。一颗普通大小的蛋大约含有6到7公克的高品质蛋白，而且吸收利用率极高。对于肌肉来说，蛋白里富含的白氨酸等必需氨基酸特别重要，能强力刺激肌肉蛋白合成。睡前吃颗蛋，就好比给肌肉送去一批建材，让它在夜里也能进行修缮工程呢。除了蛋白质之外，鸡蛋的蛋黄部分其实也是营养黄金。蛋黄含有维生素 D、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如铁、锌等。维生素 D 有助于肌肉功能和骨骼健康，而维生素 B 群参与能量代谢，帮助将您吃进去的营养转化为肌肉能用的能量。不仅如此，蛋黄中的胆碱对大脑和神经肌肉控制都有益处。长辈多摄取胆碱可以维持记忆力，同时也间接有助肌肉神经协调。很多人担心蛋黄的胆固醇，但现在医师营养师普遍认为，每天1颗蛋黄对大多数长者而言是安全的，而且能提供许多宝贵的营养，所以不用害怕把营养丰富的蛋黄丢掉哦。水煮蛋在护肌食物榜上有名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经济实惠又优质的蛋白营养。怎么吃最适合？睡前吃蛋建议选择水煮方式，就是白水煮熟的鸡蛋。这种烹调方法不需要加油，也不会太硬太辣，更容易消化。晚上吃比较没有负担。一颗水煮蛋体积小小，您可以在睡前约1小时，把蛋剥壳后当点心吃。如果觉得白煮蛋口味单调，可以撒一点点胡椒盐提味，但记得只要一点点就好，避免摄取过多盐分。也可以将水煮蛋切片，夹在全麦苏打饼干上，当成简易小茶点。或者煮蛋时顺便放几片姜片在水里，蛋白质加上姜的温润，有些民间认为更能驱寒助眠。当然，这是额外的偏方啦。对牙口不好的长辈，水煮蛋稍嫌干涩，可以搭配一杯温牛奶或豆浆，边吃边喝，帮助吞咽。每晚吃1颗蛋足矣，不需要过量。若怕体重增加，可以只在运动后或觉得当天蛋白质摄取不够时吃。
水煮蛋胜在简单方便，家中常备煮好放冰箱，想吃时取出回温即可。第5名的水煮蛋绝对是常青又可靠的护肌好朋友，便宜又有效，长辈们一定要善加利用它来补肌力。第4名，金枪鱼。金枪鱼也叫尾鱼，是一种极佳的优质蛋白来源，而且它在睡前护肌食物中脱颖而出，并不让人意外。首先，金枪鱼肉非常富含蛋白质，以罐头金枪鱼为例，一小罐约50公克沥干后的重量，就含有约10几公克的蛋白，是相当集中的蛋白质补充来源。而且金枪鱼属于低脂肪、低卡路里的鱼肉，睡前吃不用太担心热量超标或消化不良。除了蛋白质本身，金枪鱼还有其他使它跻身前列的独特优点。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这种好油脂可以抗发炎。有研究指出 Omega-3 有助于增强肌肉对蛋白质的反应。简单说，就是帮助肌肉更有效地利用您吃进去的蛋白质来合成新组织。同时 Omega-3 对心血管健康有益，长辈适量摄取可以保护心脏，运动时体能也会较好。金枪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。维生素 D 能帮助维持肌肉力量和免疫功能， B 族维生素则协助能量代谢，减少疲劳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金枪鱼算是一种高营养密度又方便取得的食材，不但能补充流失的肌肉蛋白，还提供整体健康所需的养分，将它排入护肌食物的前8名，绝对名副其实。怎么吃最适合？睡前吃金枪鱼，推荐使用低盐水煮罐头金枪鱼，因为这是最方便的形式。您可以在睡前45分钟左右来一小份尾鱼餐点。具体做法很简单，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，沥掉多余的水分，把约半罐的量，大约20-30公克，放到碗里，用叉子弄松。您可以直接这样吃，也可以拌入一点点优格或滴几滴橄榄油，增加湿润度，口感会更滑顺。为了调味，可以撒上一些胡椒粉或放几片小黄瓜丁，一点芹菜末混合，变成尾鱼沙拉，清爽又不失风味。如果觉得直接吃鱼肉太干，也可以把尾鱼夹在全麦吐司边，不要整片吐司。睡前吃太多淀粉会饱，做成迷你三明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挑选罐头时尽量选择水浸或油渍后沥油的低盐版本，减少摄取过多盐分和油脂。金枪鱼也可以用新鲜的，比如提前准备好烤或煎得嫩嫩的新鲜尾鱼排，晚间切一小块来吃。但对长辈来说，罐头形式省事又软嫩，更容易咀嚼。值得提醒的是，由于某些大型金枪鱼可能含有汞等重金属，虽然偶尔吃问题不大，但也不宜每天大量食用，1周2-3次适宜。第4名，金枪鱼胜在高蛋白高 Omega-3， 对抗肌肉流失如虎添翼，搭配其他食物效果更佳。第3名，希腊优格。希腊优格这几年在养生圈大放异彩，被誉为最健康的优格之一。和一般优格相比，希腊优格是经过过滤去掉部分乳清的浓缩优格，因此质地较稠密，蛋白质含量也更高。对于想在睡前补充蛋白质的长辈来说，希腊优格可以说是美味又营养的绝佳选择。每一杯约200公克的希腊优格含有约10公克以上的蛋白质，其中大部分是酪蛋白，这种蛋白质消化较慢，非常适合睡前食用。酪蛋白会在胃中形成凝块，慢慢释放氨基酸到血液中，几乎可以持续整个睡眠期间，让您的肌肉一整夜都有充足的养分。除了蛋白质，希腊优格还提供丰富的钙，有助骨骼和肌肉收缩，益生菌维持肠道健康，提高营养吸收，以及维生素 B12 参与红血球制造和能量代谢。益生菌对长辈特别有益，可以改善肠胃功能，让您更好地吸收日常饮食中的营养，长期有助预防肌少症发生。而希腊优格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相对较低，不会让您睡前摄取太多多余热量，其温和的酸味还能刺激食欲，很适合给晚饭后胃口不佳或不太饿的长辈当做小点心。综合来看，希腊优格之所以能跻身前3名，靠的就是它全面均衡的营养和对肌肉超好的照顾。怎么吃最适合？睡前享用希腊优格可真是既简单又愉快的一件事。您可以在睡前30分钟左右
舀半杯到1杯希腊优格来吃。为了增添风味，建议选择无糖原味的希腊优格，然后加入自己喜欢的健康配料，例如可以放几粒新鲜的蓝莓、草莓切片，或者拌入3-5颗坚果、核桃或杏仁片，增加口感。如果想要甜一点，可以滴入少许蜂蜜或枫糖浆调味，但务必节制用量。对于消化能力较弱或乳糖不耐的长辈，可以优先选择脱脂或低脂的希腊优格，脂肪少，更容易消化。同时，希腊优格本身因为发酵，乳糖含量已降低，通常比喝牛奶更不容易胀气。如果市面上买不到希腊优格，也可以用滤布将一般原味优格滤掉一些水分，自己在家做出类似希腊优格口感的凝乳状优格。睡前吃优格既能当做一种仪式放松心情，又确实在为您的肌肉输送养分。一杯清爽的希腊优格下肚，胃里感到满满但不沉重，益生菌也开始在肠道里努力工作了。第3名，希腊优格以它独特的高蛋白低糖特色，成为长辈睡前护肌的美味秘方。相信您一旦养成习惯，肌肉和肠胃都会感谢您。第2名，乳清蛋白。来到第2名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乳清蛋白。或许您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，但其实乳清蛋白就是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高品质蛋白质，一般以粉末形式存在，也就是很多人俗称的蛋白粉。为什么乳清蛋白能在护肌食物中名列前茅呢？原因在于它拥有极佳的蛋白质纯度和吸收率。乳清蛋白含有人体必需的所有氨基酸，而且特别富含能促进肌肉合成的白氨酸。白氨酸被称为开关氨基酸，能够快速启动肌肉的蛋白质建构程序。喝一杯乳清蛋白奶昔，大约20公克的蛋白质摄取量就足以刺激您的肌肉开始进行修补和生长。更棒的是，乳清蛋白属于消化吸收很快的蛋白质，进入体内后，短时间内氨基酸浓度就会飙升，正好可以赶在您入睡后的1-2个小时内为身体提供所需。对于白天蛋白质吃得不够或运动量大的长辈，睡前补充乳清蛋白效果尤其明显。此外，乳清蛋白粉通常是将多余的脂肪和乳糖去除了的，因此热量低、无负担，非常纯粹的提供您所需要的营养。许多研究也证实，中老年人适当摄取乳清蛋白补充品，结合运动训练，可以有效增加肌肉量，提升肌力，进而改善走路速度和平衡能力。乳清蛋白能在排行榜拿下第2名，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科学效果与方便性，几乎随时冲泡即可饮用，让长辈轻松补充足量蛋白。怎么吃最适合？首先要提醒，购买乳清蛋白产品时，请选择信誉良好的大品牌，并适合长者饮用的配方。有些乳清粉添加物较少，容易消化吸收。吃法上，一般建议在睡前约45分钟泡一杯乳清蛋白饮料。一份乳清蛋白粉大概1汤匙，约20公克左右，可以用温水或温牛奶约200毫升来冲调，搅拌均匀后慢慢喝下。如果怕单调，可以加一些无糖可可粉或肉桂粉调味，增添风味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些长辈可能担心肾脏健康或已有肾脏疾病，这种情况下蛋白粉摄入要遵医嘱，不可自行大量补充。此外，如果您对乳糖很敏感，选择分离乳清蛋白，乳糖几乎为0会比较适合，喝完比较不会胀气。对不习惯喝冷饮的长辈，可以用温水冲泡，千万别用滚烫热水，以免蛋白质变性结块影响口感。对于很少接触蛋白粉的银发族朋友，刚开始可以从半食量尝试，观察肠胃适应情况，再逐渐增加到1食。如果实在不方便准备粉剂，市面上也有现成的小瓶高蛋白饮品或冲泡好的蛋白奶昔可供选择。睡前来一杯乳清蛋白，它几乎不会增加胃的负担，但却迅速为您的肌肉送去成长的讯号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第2名，乳清蛋白的效果可以说有口皆碑，不少医师和营养师都推荐年长者补充它来对抗肌少症。只要掌握好分量和正确用法，乳清蛋白将成为您肌肉的最佳后盾之一。第1名，茅屋起司。终于来到我们的第1名，冠军宝座由茅屋起司获得。很多长辈朋友可能没听过茅屋起司这名字，觉得有点好奇，这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打败前面那些熟悉的对手。其实，茅屋起司又称为农家奶酪，
是一种白色软质的新鲜起司，它是以脱脂牛奶发酵后凝固制成的小颗粒状乳酪，口感介于豆花和奶酪之间，带有淡淡的奶香。茅屋起司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几乎是为睡前护肌量身打造的食物。首先，它富含酪蛋白。是的，我们之前提到过多次的慢速蛋白，茅屋起司可以说是天然的酪蛋白宝库。每半杯大约100公克的茅屋起司就含有超过12公克的蛋白质，其中绝大部分是酪蛋白，少量乳清。当您在睡前食用茅屋起司，这些酪蛋白在胃里会形成乳酪凝块，然后源源不断地释放氨基酸，长达数小时之久。研究发现，睡前摄取来自茅屋起司等食物的蛋白质，可以显著提高夜间的肌肉蛋白合成率，促进肌肉修复。换句话说，您晚上好好睡觉的同时，肌肉也在默默地变强壮。茅屋起司之所以力压群雄成为第1名，还因为它除了蛋白质之外，所含的热量和脂肪很低。特别是选择低脂或无脂茅屋起司的话，长辈担心晚上吃太补会发胖，但茅屋起司几乎不用担心这问题。一份茅屋起司大约只有100多大卡热量，却能提供高钙、高磷、高维生素 B 群等多种营养。钙对维持肌肉收缩功能和骨骼健康很重要，而维生素 B 群则协助食物转换成能量，避免营养囤积变脂肪。茅屋起司的钠含量也比一般起司低，非常适合长辈。综合评比，茅屋起司拿下冠军当之无愧，它是睡前增肌效果最惊人的天然食物。怎么吃最适合？茅屋起司在国外相当常见，但在台湾可能需要到大型超市或进口食品店选购。拿到茅屋起司后，睡前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当点心吃，建议分量是半杯左右，大约相当于1小碗的量。您可以单独用小汤匙挖着吃。茅屋起司本身味道清淡，有些微咸，若觉得单吃略显朴素，可以搭配其他食材一起享用，例如拌入几时优格增添酸香，或加入切碎的香蕉、葡萄干增添天然的甜味。也有人喜欢撒点肉桂粉或香草增加风味。如果您倾向咸食，可以把茅屋起司涂在全麦饼干上，或者拌少许蒜末和黑胡椒，变成风味独特的乳酪抹酱。另外一个简单吃法是和豆腐混着吃，听起来奇怪，其实嫩豆腐切小丁后加入茅屋起司，加几滴香油和酱油调味，就是一道营养满分的创意宵夜，口感像日式冷奴。如果一时买不到茅屋起司也没关系，可以用高蛋白优格或者牛奶搭配乳清蛋白粉作为替代品，效果虽略逊一筹，但也相近。重点是摄取到足够的酪蛋白和营养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茅屋起司毕竟是乳制品，乳糖不耐的朋友第一次尝试可以少量先试试看，或选择标示有添加乳糖酶的产品。当您找到适合自己的吃法后，茅屋起司绝对会成为您睡前的最爱。它清爽不腻，又让人有饱足感，却不会撑胃。在您香甜入梦时，它默默守护着您的肌肉不被流失。排名第1的茅屋起司可说是夜间肌肉的秘密保镖，效果惊人又安全，天然，值得每位长辈一试。看完以上8种食物，您可能想问，在我们台湾的日常饮食里，该如何实际操作呢？以下提供一些贴心建议，让各位长辈能够因地制宜，轻松实践睡前护肌的策略。首先，善用您习惯的食材和食品，例如牛奶和豆浆是台湾人熟悉的饮品，晚上睡前喝一杯温牛奶是许多长辈早已有的习惯，这非常好，请继续保持。牛奶富含酪蛋白和钙质，和上面提到的姜黄牛奶异曲同工。如果想变化口味，不妨加一小撮姜黄粉进去，立刻升级为营养满满的台式姜黄牛奶。如果您不太能消化牛奶，改喝温热的无糖豆浆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大豆蛋白质也是优质蛋白，虽然氨基酸构成和乳清、酪蛋白略有不同，但仍能提供肌肉修复所需。而且大豆还有植物性荷尔蒙益处。睡前来半杯温豆浆，加一块嫩豆腐点姜汁，就是传统豆花的概念，既符合台湾人的口味，又对肌肉有益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再来，灵活运用鸡蛋和鱼类等常见食材，比方说白天煮汤时顺手多水煮2颗蛋放冰箱，晚上饿了就拿出来吃1颗，方便又实惠。
如果觉得直接吃蛋太干，可以在晚餐时预留一些烫青菜，睡前把水煮蛋切丁拌在菜里，加几滴香油，就是清爽的小菜宵夜。鱼的部分，如果没有金枪鱼罐头，用传统豆豉、鲳鱼罐头或尾鱼松等代替也行，只要注意盐分不要太高，或者白天买菜时多买一小块生鱼，如鳕鱼、虱目鱼，清蒸后捞碎装一小碟，冷藏备用，睡前取常温吃，蛋白质补充也很充足。此外，台湾人爱吃的鸡肉也可以成为睡前点心，例如白天煮鸡汤时捞出一块鸡胸肉，晚上切片拌优格当沙拉，味道别有风味。传统小吃茶叶蛋因浸在茶与酱油中，晚上吃可能略有咖啡因及偏咸，不建议当宵夜。但取其做法，您可以用家中卤汁卤几颗蛋，减少茶叶，用中药材卤出香气，夜晚吃一颗卤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对于坚果酱等西式食品，如果不习惯，可以退而求其次，直接吃坚果，像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、花生这些，在台湾市场很容易买到。睡前嚼上一小把无调味的坚果，同样能提供健康脂肪和少量蛋白质，效果类似杏仁酱，但记得分量控制在1汤匙坚果酱或1小撮坚果即可，避免摄取过多热量。传统上有些长辈爱喝芝麻糊或杏仁茶当宵夜，这些糊类饮品主要提供的是脂肪、钙和碳水化合物，蛋白质并不高，但若您喜欢，可在芝麻糊里打一颗蛋，搅拌成蛋花芝麻糊，这样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，也不失为融入户籍概念的改良做法呢。另外值得留意的是，台湾饮食文化中宵夜常见的咸酥鸡、泡面等重口味食物，睡前吃对健康和肌肉毫无注意，还会增加肠胃负担和身体发炎反应，长辈们要尽量避免哦。我们提倡的睡前点心，强调少量、清淡、营养丰富这几个原则，千万不要吃到撑，轻轻暖暖，垫点肚子即可。进食后最好稍坐10分钟再上床躺平，以免胃食道逆流。如果您有糖尿病，要注意控制碳水的摄入，尽量选择无添加糖的高蛋白食物，如无糖、优格、蛋、肉类等，避免宵夜导致血糖波动。如果您有慢性肾脏病，蛋白质摄取需要医生评估，切不可自行每天大量高蛋白宵夜，那可能对肾脏造成负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寻求营养师建议，选择适合的宵夜内容。总之，在台湾我们其实拥有丰富的饮食资源，可以善加利用，把睡前护肌的理念融入日常。也许您年轻时养成不吃宵夜的习惯，但现在为了自己的肌肉健康，睡前进食一点点，补给宵夜，完全是值得鼓励的调整。您可以从以上介绍的食物中挑几样自己喜欢又方便取得的，交替着吃，不必每样都尝试。比如今晚喝杯温豆浆加蛋，明晚来点优格拌水果，再下一碗小半罐尾鱼，每天换换花样，营养也更均衡。在我们的台式养生智慧中，加上这些来自科学的新观念，相信一定能让长辈们在不违背文化习惯的前提下，把肌肉养得棒棒的。医师和营养师们对于中老年肌肉流失的议题非常重视，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，供长辈朋友们参考。首先，多位医师指出，充分摄取蛋白质是预防肌少症的关键。一般建议50岁以上的长者，每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1公克以上的蛋白质。例如，体重60公斤的长辈，每天至少应摄取60公克蛋白质，相当于大约2份手掌大小的鱼肉，加上2杯牛奶的量。过去很多长辈认为年纪大要吃的清淡，其实清淡不代表不要蛋白质。医师强调，反而老了，更要重视蛋白质，才能补充肌肉流失。尤其建议长者每一餐都要有优质蛋白，例如早上可以来颗蛋，午餐吃鱼肉，晚餐吃豆腐鸡肉，加起来平均分配，身体吸收效率最高。如果一餐很难吃够，睡前加餐就是很好的策略。营养师则补充，睡前的蛋白质摄取不需要太多，像我们前面说的约20公克左右即可。有些长辈胃口小，分配到4餐反而更能吃够全天需要量，所以他们常鼓励银发族客户睡前喝杯牛奶、优格或小蛋白点心。刚开始不少人担心胖，结果发现这样做不仅没有发胖，反而睡得更好，精神更足，早上量血糖也更平稳呐。除了饮食，专家也一再强调，
运动和蛋白质要双管齐下。肌少症防治不是只有猛吃蛋白质就好，还得搭配适当的阻力训练，也就是肌肉力量训练。有名医分享，只要肯开始运动，哪怕你已经70多岁，肌肉仍然有增长的潜力。理想的做法是每周进行2到3次肌力训练，例如负重练习、弹力带运动或用保特瓶当哑铃锻炼手臂，再配合每天规律的快走等有氧运动。每次运动完或当天晚上，更要记得补充蛋白质，效果加倍。营养师也提醒，运动过后的那一餐和睡前点心尤其重要，可以帮助运动成果转化成肌肉。如果长辈不方便做剧烈运动，饭后散步、简单的腿部抬举、深蹲等在家做的小动作也很好，然后搭配一杯豆奶或乳清蛋白当做奖励。专家们还建议长者定期监测自己的营养和肌力状况，例如量量小腿围，小腿肚最粗处若小于34公分可能提示肌肉不足，或测试自己能否轻松从椅子站起来5次。如果发现自己肌力变差，一定要积极通过饮食运动来改善，不要消极认为老了就是这样。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及早介入，持续努力，哪怕到了80岁，仍可逆转部分肌肉流失。最后，专家也叮咛长辈们几点注意事项：若平日有在服药，特别是糖尿病或高血压药物，睡前加餐应留意是否影响血糖和血压，必要时和医师讨论调整用药时间。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睡眠习惯，毕竟我们吃这些东西是为了帮助睡眠中肌肉修复，若经常熬夜、睡眠不足，再多的营养也难有充分效果。所以规律作息，避免过度劳累与压力，这些也是养肌的重要一环。医师们常说的一句话，预防胜于治疗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吃饭，勤加活动，您的肌肉就能一直为您服务，陪伴您健康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。各位长辈朋友，经过我们这么深入又有趣的探讨，您现在了解了肌肉流失的原因和风险，也掌握了透过睡前饮食来保护肌肉的秘诀。我们总结出8大护肌食物，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功效。第1名的茅屋起司更是效果惊人。当然，并不是说除了这8样，其他食物就不能吃。其实均衡饮食永远是王道，白天多吃各种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，提供充足的维生素和纤维，搭配足量蛋白质，再加上睡前这一点画龙点睛的小点心，您的身体会得到全方位的照顾。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挑选出自己喜爱的护肌食物，今晚开始就试试看。或许刚开始改变习惯有点难，但请相信您的肌肉一定会回报您的用心。想象一下，早晨醒来时，您觉得腿脚更有劲了，上下楼梯也比较不喘了，那种踏实有力的感觉多么令人开心。身体强健了，您就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无论是散步、郊游、带孙子、参加社团活动，都不会因为没力气而退却。岁月带走的是年纪，但不一定要带走您的肌肉。透过聪明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我们完全可以与时间赛跑，留住宝贵的肌肉力量。让我们从今晚开始，好好善待自己的胃和肌肉，睡前别忘了给自己加一份营养小点。祝福每位长辈都能拥有健康的筋骨、充沛的活力，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。记住咯，睡前吃对食物，让您的肌肉不再在半夜悄悄流失，而是默默地变年轻、变强壮。安稳睡个好觉，明天起来，您会发现自己又精神满满啦。晚安，做个好梦，让我们的肌肉一起睡个美容觉吧。